就是互有优势。好，把现场交给阳光。本场 JCK MMA Fight Night 雏量级的比赛交锋，栏目选手身高176公分，臂展170厘米，体重61.40公斤，年龄22岁，来自于宁波北极狼格斗俱乐部。MMA 综合格斗战绩4战3胜1负 ，JCK 战决胜战绩2战全胜。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蓝方选手伊尔丹娜阿嘿嘿嘿嘿和诺尔。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73公分，臂展173厘米，体重61.40公斤，年龄34岁，来自于北京巨牛搏击俱乐部。MMA 综合格斗战绩16战11胜5负 ，JCK 战决胜战绩1战1胜。他就是功夫小光头刘连杰。本场比赛场上裁判2名，下面比赛正式开始。Fighter! Go ahead. No elbow. No elbow. Okay? Touch. Back. Judge. Timekeeper. Ready? Fight! 伊尔丹娜阿伊亨诺尔对阵刘连杰于雏量级的分区半决赛第一回合。这是一位新秀和老将之间的较量，双方相差了12岁。是的，其实如果细想起来双方他们的技术包括打法还是非常相似的。刘连杰开场之后，我们看到一直是采用这个正面的报价防守。是的，其实纵观刘连杰他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呢，他的最大特点就是笼罩式的立体打击，以及让人无法琢磨的这种打法。确实是我们看到他呢，从最早的散打出身到后期我们看综合格斗，再转战职业拳击再到现在，他的技术应该说在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短板。是的，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刘连杰他的打法可以说真的大开大合，以飘逸著称可以说非常多这种高难度的技战术组合。是上一场比赛呢，刘连杰去对阵神秘的小将拉拜他自己也说在比赛里面可能是开始的时候有点收着打，但是到后来呢，可能慢慢的状态上来之后就越来越放松。是的，看到连续的中前面看到伊尔丹娜，但是呢造成了一个空点，刘连杰下前抱摔。这边的话，因为毕竟是小拳号，所以说正面的这种报价防守很容易被对手打穿呢。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伊尔丹娜阿伊亨诺尔还是占据了，我们看到反应非常的迅速，刘连杰是马上推开。是前手的打击摇闪。我们看到刘连杰他的这种摇闪之后的前手的摆拳呢，相当的突然。是。我们在赛前的战报当中其实也说过，这个伊尔丹娜有一个打击系选手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有一副钢铁下巴。是的。那么看到今晚的这场对决，刘连杰对伊尔丹娜，不知道双方将会如何让这个战局呢真正的去打开。是。那么这种打开呢，就是刘连杰会不会再次给我们上演上场比赛这种非常惊人的缠斗能力？确实，刚才的这一记后手打中之后，我们看伊尔丹娜还是没有什么反应。是的。刘连杰现在还是非常的耐心，伊尔丹娜换家了作为新秀来说的话，我们看比赛开始之后，伊尔丹娜打得很放松。是的，伊尔丹娜我们看到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就展示出来了非常强大的控场能力。是。刘连杰高扫，看这就是让人想象不到就是他的身体协调性还有柔韧性极强。是，包括在上场比赛当中，我们看打出了很多的这个精度很高而且质量很高的转身后踢。是的，并且刘连杰呢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毫无预兆原地直接发出的前腿高扫。那个很是的。恐怖。
哎，又看到伊尔丹娜这场比赛想要和刘连杰打镜像之战。是啊，之前的话，刘连杰在对拉拜的比赛当中尝试过这种类似的腿法。是的，截踢穿膝盖。刘连杰现在我们看到还是相当的稳健，不慌不忙。伊尔丹娜倒是呢开启了万花筒模式。是啊，对于小将来说的话，这场比赛也是我们看不停的在和对方进行拳法的对拼。这场比赛其实真正双方内在的技术核心都是拳击。是换架之后，伊尔丹娜这边的拳法进行互换，我们看又换回来之后，左右架的互换，后手打到。伊尔丹娜的抗击打能力真的是叹为观止。是的，感觉真的是毫发无伤。有点铁人罗唐的感觉。是的，再来，非常重，这一下非常重。我觉得伊尔丹娜的下巴可能是钛合金。是的，刚才确实刚才确实太突然了。是前手摆拳，那个前手摆拳，刘连杰的发力非常的透彻。但是打中之后，我们看伊尔丹娜没有丝毫的犹豫。是的。侧踹低扫，我们现在看到还是在不停的进行换架。伊尔丹娜前手点刺。这场比赛呢，大家不要忘记双方有12岁的年龄差。是。按双方的这个打击频率来说的话，刘连杰可能更加去追求效率、精准。我们现在看到双方又是在对拳，这种对拳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是，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伊尔丹娜已经是被刘连杰的重拳命中至少2次。转身后摆，那确实是年轻就是本钱。我们看伊尔丹娜在比赛当中好的，是的，3连击，就单纯说是拳干，再一次打到，哎呀，太可怕了。伊尔丹娜也是艺高人胆大。各种摇闪如入无人之境。是，即使是遭受对手的重击，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一场消耗战。是，侧踹，哇，很精彩啊！第一回合。是的。那么现在如果说是伊尔丹娜按照这种打法呢，他其实的目的呢，可以说他有多种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但是呢，他有一个目的是想要去消耗刘连杰，因为想要说刘连杰他的反应时间，想去考验刘连杰在这个反应时间第三回合的后半段还能不能达到和自己一样的反应时间。是啊，毕竟我们刚才说过，比赛呢双方是有12岁的年龄差距。我们看到刘连杰追求高质量的重击，但是打到伊尔丹娜之后，那个效果却不是很明显。是的，看一下高扫，1、2，这种连击其实真的是打的非常的高质量。在这个刘连杰的绳脚边上，我们也是看到了传奇的柔术老师安迪老师包括前 WBO 的洲际拳王杨永强。JCK 战决成2022赛季第19战，雏量级的分区半决赛，伊尔丹娜对刘连杰第2回合。双方的第一回合可以说是拼杀的，让大家眼花缭乱。你看，其实现在伊尔丹娜这种打法呢，是非常和迪亚兹兄弟非常去类似。确实。刘连杰抱摔成功，屏幕的左下角呢是出现了上一个回合双方的有效打击。是，这边的话我们看到12对24，整整是多出了1倍。是的，刘连杰其实在第2回合做出这种跨度非常大的技战术调整呢，还是真是超乎了，不仅超乎了伊尔丹娜的预料，也超乎了我们的预料。是刚才在起身的追击很快伊尔丹娜都忍不住点了一个赞。是的，高扫接腿，这是这是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伊尔丹娜非常惯用的招式。是连续的打击真的是像一个机械战士一样。我们看伊尔丹娜毫不退缩，双手下垂。是的，刘连杰呢也是表现出来自己真的他的武器库当中，你永远不知道还有多少武器。伊尔丹娜这场比赛真的是向大家展现了什么叫做年轻就是本钱。是的，现在考验刘连杰就是他的体能，不是说是单纯的体能，说到最后有没有力量，这个是非常浅层面的体能。其实真正的就是你在自己的体能受到大消耗的时候，你的这个神经的灵敏程度。而且我们看，在多次重击的情况之下，打不出自己想要的效果，其实对于刘连杰的自信心也是很大的打击。我现在看到
伊尔丹娜其实看到就是想要去用这种高压、高频，来迫使刘连杰犯错误。但是呢，这一局啊，其实刘连杰在之前呢也是有好几个环节占尽了优势。是啊，开场之后他的抱摔其实就是在寻求一个不同的破局方式。是的，所以刘连杰啊，如果是和伊尔丹娜一直拼。打拳的距离啊，不见得是明智的选择。是，但是呢，刘连杰也是非常知道这一点的。也许这一切都是烟雾弹。尝试抱摔刚才的第2次，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作为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来说的话，多次尝试抱摔是很消耗体能的。是的。现在看到伊尔丹娜，确实啊，她的体能还是感觉满血的状态。是，而且这边的话，她在打拳的同时，另外一只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守的意识。是的，而且呢，确实他出拳呢非常像迪亚兹兄弟，就是说他的每次的出拳呢都是几乎不用什么力的。没错啊，他的目的是打到，而不是去把对手去打晃啊或者等等。他的这种出拳的方式是选择这种非常规的，非常重，非常重。哇！真正有谁能够去扛住啊刘连杰这么重的后手摆拳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4到第5次重击。是的，再次看伊尔丹娜还是不停的往前逼近，向前压制，这种高压和高频的打击，对于刘连杰来说的话也是种压力。迎击，刘连杰，我看现在是非常需要啊。再一次的重拳输出，或者是转身的后摆腿，这下非常危险，而且质量很高。连续的重拳输出，侧踹腿，下潜抱摔。伊尔丹娜的抱摔，但是呢被刘连杰识破。现在双方在笼边，强把之后的连吸，我们看这边用孤镜泰式的技巧，不停的压制对方的重心。后手，这边对于伊尔丹娜来说的话，她的体能仿佛是深不见底一般，不停的输出。刘连杰的右眼的眼眶应该虽然是有一些出血呢，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下具体的受伤情况。伤停的补时5分钟，5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刚才是不是这个转身的后摆腿打到了刘连杰的左眼的位置？不得不说啊，伊尔丹娜的这一波高频真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出的。是的，学生现在看到是在眉骨的位置啊，确实是眉骨的位置的。医务监督贾涛老师也是在迅速的为刘连杰进行伤口的处理。是的，眉骨、眼角啊这些位置呢是非常容易啊擦伤的。是。现在在进行止血，看起来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不停会流淌下来的血液可能会阻碍选手的视线。好，比赛继续进行。双方的第2回合还有1分钟左右，高扫。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伊尔丹娜也是给大家展示出来啊，比以往更多的武器的输出。是，伊尔丹娜不仅有比赛当中的拳法啊，她钢铁般的下巴，包括刚才还尝试使用抱摔，其实也是想用不停的技术的变换去拖垮老将的体能。是的，我们看到刘连杰还是在进行重拳的铺垫，高扫。确实啊，现在伊尔丹娜仿佛啊是早年的刘连杰一样大开大合的打法。没错啊，这个确实12岁的差距，这个体能上的优势是不得不承认。是的。1、2。伊尔丹娜的步伐移动啊，也让我想到了著名的名将克鲁兹。当时的这个舞王的步伐真的是让大家叹为观止。是的。后手板。刘连杰现在可能更多的追求的是有精准度的重击，没错啊，希望能够在效果方面压制对手。再来一次，再次看到双方对拳，哇，疯狂的输出，哇哦！第2回合比赛结束，在第2回合确实啊，双方你来我往，打的是难解难分。但是在第2回合刚开局的时候呢，刘连杰凭借自己的抱摔以及起身追击，也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来，
看一下开场之后的爆摔，其实可以看作是刘连杰在比赛当中的一个破局之举啊，因为在这个屡次的重击不奏效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去换一个方式切断对手的技术链条。我们看这个后手真的很重啊，打中之后真的，我不知道啊，伊尔丹娜的下巴究竟是怎么扛过来的。伊尔丹娜阿伊亨努尔对阵刘连杰。好，双方第3回合。第3回合的比赛啊，前2回合真的是杀的可以说是血雨腥风。那么新秀对老将之间的较量也是打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现在第3回合呢，其实是更加考验啊双方的灵敏度和反应能力，是不是还和第1回合一样？哇，我看一下双方19对43头部的打击啊，刘连杰更多的是集中在对方的身体上的一个优势。是的，10比5。几乎低扫大家都看不到了。这场比赛呢，确实啊，双方出低扫的概率呢是不是非常的高？是，双方即便是出腿呢，也是奔着双方的头魂去看。转身后摆腿，第3回合还有这样的体能。这场比赛我们其实刘连杰的反击精准度和打击的力度都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很可惜这场比赛他面对的是钢铁般的伊尔丹娜。是的。现在看到刘连杰还是他整体的报价呢，还有整体的状态呢，看起来还是非常，感觉的还是非常的到位和放松。刚才看到双方一个对撞，但是呢，如果说是面对于伊尔丹娜，如果是再去连续输出的话，不知道刘连杰对于这种连续的反应，能否像第1回合一样？没错，我们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伊尔丹娜在遭受对手重击的时候，第一，究竟是他真的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还是说他的 poker face， 他的扑克脸骗了我们所有人？是的，其实一个人的抗打能力呢，还有他的恢复能力呢，和他的本身的体能啊，心肺功能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是，说白了就是回血能力。没错回血能力，伊尔丹娜真的是超强。是的。那么对于刘连杰来说呢，接下来第3回合的输出频率能否保证包括它的精准和打击的效果，都是能否赢下整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的，到目前为止看到伊尔丹娜她的进攻的频率也是慢慢的缓了下来。是，连续击，连续追击，看连续2个后手，这就是老将在时机掌控上的优势和经验。是的，再来连续打，再来，刚才是用连续打到，再次打到，天哪！下前推开伊尔丹娜，丝毫不为所动。2分半钟，是的，确实我们看到伊尔丹娜的抗击打力相当惊人。我觉得不管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如何，伊尔丹娜的下巴绝对是给今天晚上的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的，伊尔丹娜下前抱摔，推开。那么在对刘连杰使用这样拳法的打击，其实没有特别奏效的情况之下，其实伊尔丹娜是不是应该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进攻的方式？伊尔丹娜，我们看到他的整体的体能还有控场能力，还是能和第1回合、第2回合一样，非常的平稳。是。其实对于一个我觉得想要完全取胜的选手来说的话，伊尔丹娜现在的这种举动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任性了？乔博老师。是的，是有点。但是呢，这场比赛输赢是一个层面，那么伊尔丹娜想要去证明什么是另一个层面。没错，也许他就是想要去证明好像是我们在看起来可能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是呢，也许就是他正要证明的。没错，可能每一位选手在比赛当中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的，有可能有些他追求的东西是高于整场比赛的胜负。是的。还有一种类型运动员呢，但是现在不多见了。他这些运动员呢，是拿自己的短板上去磕对方长板，有这样一类的运动员。哇，确实是的，太疯狂了这样的选手。我已经数不清已经是刘连杰第多少次的重击打中伊尔丹娜，但是伊尔丹娜仿佛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痛觉吗？不停的游走，不停的反击。到目前为止看到双方在最后1分钟真是到最艰苦的时段了。是，伊尔丹娜依旧是没有拿起另外一只防守的
另外一只手啊，刘连杰这边的话也是在追寻着精确反击的时机。是的，再来啊，双方的这个距离啊，一直是在进行拳法的对拼。下前，每次看到又是连续2记的4记重拳。刘连杰的摇闪非常的漂亮，这应该是他跨界拳击之后啊，我们看到他的摇闪有特别好的拳击的特色。最后的10秒钟，袭击上头，5秒钟。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究竟会属于谁呢？好，比赛结束。这场比赛太精彩了。其实呢，这场比赛，最后啊，究竟会花落谁家，还真的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难预判到，因为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重拳的命中以及重拳命中的效果，还有就是说你打击的这种次数的命中，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啊，就是如何去综合评判，我们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场外打分裁判老师们最后的判决。是，不管怎样，这场比赛我觉得都会给今晚的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叶尔丹娜如钛合金一般的下巴啊，钢筋铁骨。刘连杰呢，同时也是奉献了非常精准的摇闪、反击和非常精确的拳法。看一下比赛当中第3回合的精彩重放，双方的高频输出，击服后手1、2啊，连击之后真的是没有后退半步，迎着对方的拳头继续前进。好，让我们等待一下最终的判分结果吧。哇！Better。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除量级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1号裁判29比28 ，Judge number 1 29 to 28；2号裁判29比28 ，Judge number 2 29 to 28；3号裁判30比27 ，Judge number 3 30 to 27。本场比赛3位裁判一致判定红方胜。